大家好。昨天晚上又下大暴雨了，我们刚租下来的那块地，现在已经被淹起来了。李俊，你说我们要不要把它改成水田，种水稻呀？我觉得可以考虑啊。你看现在，要是把边上那个田坎给它恢复，就成稻田了。你看，里面那么多水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水沟，它那个水都流不出去，而且感觉它这个田地不漏水啊，一点都漏不出去。对，你看田里面长好多草呀，又长起来了。我觉得可以把这一边给它种成水稻，那边我们就种一些蔬菜。如果说这块地能够长期做下来的话，我们是可以给它种水稻的。你看，这里的水资源也丰富，因为只要一下雨，到处四处的水都会汇集到我们这块地里面。你看现在这个水流也是挺大的。这里这个水沟直接流到我们地里面去了。对呀，所以说大家都说我们挖的那个排水沟太大太宽了，就是要挖大挖宽，它这个水才不会积在里面。如果我们要改成种水稻的话，就还要请爷爷来帮我们犁很多次，因为打水稻的话，至少要犁2次以上。对，它要分好多种的犁法，它还有一个打耙的那个体力很多的那种活口。我觉得我们要是做成水稻，现在就要开始育那个水稻的苗了，不然的话到时候来不及，也不知道后续天会不会干旱。如果天干旱的话，又怕种起来了之后也收成不了。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刚做出来的那个水沟有没有顺利的流出去水。不知道这个雨要下多久，要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蔬菜也种不了，因为水量太多了，种蔬菜它也容易坏。哇塞，这些全部是水啊！所以说，种地的话，排水系统很重要，因为他们这块地以前本来就是用来种稻谷的。以前这一坡梯田下去，全部都是种的稻谷，那个时候还挺美的。我们扔出来的这些烂的木头，准备用来烧了肥土的，没想到下暴雨了。打湿了，现在烧不燃了，要等到天干了之后，再把它暴晒几天才能顺利的烧起来。对。哇，你看我们挖的那个水沟已经积起来水了。所以说，很多人说没有必要挖那么深的排水沟，其实是很有必要的。如果说你种上蔬菜，每天这样水在里面泡着的话，那蔬菜是长不大的，而且还会泡坏。你看，它这个水就在这个水沟里面，要么流出去，要么就躺在里面了。这上面如果种菜的话，它是不会影响的。对，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挖这个排水系统的原因。如果说这块地能长期做下来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一点那个火砖在里面铺设一些小路，这样的话下雨天也可以进来摘菜了。对，我们下雨天走路的话就走这种路，然后也不会在地里面去踩，这样摘的话很方便。是的，刚好可以两边摘菜。又开始下雨了。下这么大。对。本来以为这块地马上就可以种菜了，没想到被水淹了。因为我们种下去的话，如果长期这样积水，它那个种子容易泡坏，或者长起来的话，那个根也容易泡坏。对。
如果说在这里面填满砖块的话，这里面就不怕脏洗了。现在很多人都做这种土地，像这样把它分成一格一格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地里面全都是水淌在里面的。我们等天晴了，给它排水系统好好挖一下，在这个位置要挖一个深沟，让它流出去。我感觉房前这一块拿来种水稻也可以。可以啊，我觉得比较方便，不管是种什么，种水稻也好，我们到时候如果缺水的话，直接从我们蓄水池里面放进来就可以了。对呀，而且还可以把化粪池里面的水排在这里面，因对，为化粪池里面的水它是，相当于农家肥了。对，这块地如果说连续下半个月的雨的话，又要长很多草起来，特别是这个草根特别的烦，怎么铲都铲不完。还好奶奶他们提前2天把这个稻谷的苗给育下去了，不然的话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种稻谷了。还好昨天把这些柴火给盖住了，不然又打湿了。